一个曾经把那场让全人类戴上口罩的瘟疫说中，把缅甸那场撼动曼谷的大地震说中，甚至连加密货币的暴涨暴跌都说中的人，当他开始不敢把话讲完的时候，我们到底该不该认真的听进去？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他说2026年是一匹冲进火里狂奔的火马，当他说这颗星球将被一股看不见的热浪烤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地球另外一端，那些穿着白袍盯着海温数据的科学家们竟然也在发出几乎一模一样的警告，只不过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不是火马，而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圣婴，一个被预测为140年来最强的圣婴。2条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线，一条来自神坛与梦境，一条来自卫星与超级电脑，竟然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慢慢的重叠到了一起。而他们共同指着的那个问题冰冷而沉重，那就是过了今年的7月以后，这个世界还会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吗？甚至已经有人开始私下传，5年之内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这个世界可能就不复存在了。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把这2条线一条一条摊开来，慢慢的看个清楚。那我们就先从普莱这条线开始看起，他到底是怎么看待2026年的呢？他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形容，火马年。他说2026年的气场属于一种极其强盛的火，火这个元素一旦过了头，带来的就是火灾、爆炸，还有人与人之间激烈的冲突。他形容这一年就像一匹正在烈火中向前狂奔的马，全年都会非常难熬，会受伤，会吃很多苦，但他也留了一线生机。他说这匹火马虽然浑身是伤，最后还是有机会从火里冲出来，浴火重生，还不至于走到全面毁灭的地步。换句话说，在他的感应里，2026年本身还不是最坏的那一年，它更像是一道门，一道通往后面那几年的门，真正极端的考验藏在这道门的后面。他甚至特别强调，比起2025年，2026年的动荡只会更猛，火灾、水灾、地震、战争，这几样东西会一起登场，像是约好了似的，轮番上阵。说到火马年，这个说法其实不只是泰国神婆随口一讲，它在我们东方的传统里本来就背着一段不太吉利的名声。在60年一轮的干支纪年里，2026年正好轮到丙午，丙属火，午属马，火上加马，民间便称它为火马年。最有名的例子发生在邻国日本，当地自古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在火马年出生的人性子格外刚烈，命格也格外强硬。这种带着偏见的老观念，到了上一个火马年，也就是1966年，竟然真的砸出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一年，日本的新生儿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许多家庭刻意避开在这一年生孩子，一个流传了千百年的迷信，硬生生在现代社会的人口数字上凿出了一个看得见的坑。我讲这一段不是要大家去信这套，而是想说，当普莱把2026年和火马绑在一起时，他其实是踩在一个东方人共同的深层的文化记忆上。难怪这个说法一出口，立刻就能在整个亚洲掀起这么大的涟漪。接下来就是让无数网友熬夜解码的那一段预言了。普莱在好几个节目里都严肃地提到，2026年将会发生一场震撼全球的飞机事故。他说，关于飞机的事情，他看到的画面都非常吓人。他没有点名具体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哪一条航线，只是反复呼吁相关的航空公司一定要把飞机的维护与检查做到位，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当被问到2026年会不会出现伤亡惨重的灾难时，他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无奈地补上那句话，他真的不知道会发生在哪里，他只是强烈地感受到那个警讯，他真心希望这一切不要成真。这就是他不敢再往下讲的那一部分，因为他看到的画面太具体，也太沉重，沉重到他宁可相信那只是一场噩梦。而真正让这段预言发酵的是时间点。普莱明确地画出了一张危险时刻表。他说，2026年运势最差，最容易出意外，最容易发生天灾的时段就集中在5月、6月还有7月这3个月。他把这3个月形容成全年麻烦之最，不管是航空安全还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类自然灾害，
发生的几率在这段时间都会大幅升高。他建议，如果不是非去不可，这3个月最好避开某些高风险的地区。相对的，他认为一整年里3月与12月反而是比较平稳的月份，真要出远门，安排在年底会稳当一些。各位想想看，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这个年中往前看，正好就踩在他所说的那段最凶险的时间带上。这也是为什么这支影片的标题会问，过了7月到底会发生什么？因为按照他的剧本，7月是这一波凶险的一个高点，跨过了这个夏天，故事才会翻开更不一样的篇章。至于那几个被他点名的高风险地区，普莱一开始只给了3个神秘的字母 HJT， 后来在新的访谈里，他又把警戒范围扩大成4个 JPTI。 他始终没有把国家的全名说出口，只留下这几个字母，让全网的人化身侦探，疯狂猜测。有人说这是日本，有人猜是印尼的雅加达 P， 有人猜是菲律宾。在台湾这边听起来格外刺耳，有人解读成台湾，也有人说是泰国本土，甚至是身为欧亚航空枢纽的土耳其。而那个爱，在如今中东局势一片混乱的背景下，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印度或是印尼。网友们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有人甚至翻出机场代码来推敲，把整件事变成了一场全民解谜游戏。让很多人后背发凉的是，就在他示警之后没多久，中东好几个机场真的因为局势动荡而被迫关闭，连杜拜、阿布达比这样繁忙的航空枢纽都传出被无人机残骸波及的消息，航班大量改道，整个区域的领空陷入紧张，旅客滞留，行程大乱。于是大批网友回过头去翻他的旧影片，直呼他所说的航空危机似乎正在一点一点应验。普莱自己对日本周边也提过警告，他多次说日本附近的海域有海底火山活动，要提防地震引发的连锁灾害。虽然他也承认日本的防灾做得很到位，伤亡未必惨重，但风险始终摆在那里。他对泰国本土的担忧则更直接，他预言2026年泰国的雨量会异常的多，本土可能面临一边淹水一边起火的水火夹击。各位有没有发现，水与火这2个字在他的预言里总是反复的出现，纠缠在一起。讲到这里，我必须很诚实的停下来，提醒大家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务必听清楚，字母不等于板上钉钉的答案，机场关闭也不等于他预言的那场空难真的发生了。预言这种东西本来就带着大量的模糊与想象空间，同样一个字母可以套到10几个国家头上，事后再怎么解读都能找到对得上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今天聊的是他说了什么，以及这些话和现实之间那种令人不安的呼应，而不是要断定哪个国家一定会出事，更不是要劝大家别出门。把最终的判断权留给正在看影片的你自己，听他说，但别被他吓住，这才是面对预言该有的态度。好，我们继续往下走。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我有责任先跟大家把它说清楚，那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一个常常说中的预言家。人的大脑其实有一个天生的毛病，我们会牢牢记住那些被说中的部分，却很容易忘掉那些落了空的部分。一个预言家只要抛出够多够广的预言，总会有那么几条恰好对上现实，而我们的记忆会自动把那几条无限放大，把其余那些没应验的悄悄地抹去。于是神准的光环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堆砌了出来。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普莱，他过去那几次命中确实准得让人发毛，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在惊叹与相信之间，请永远给冷静的理性留一个座位。真正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从来不是因为某个人说中过几次，而是当他的提醒恰好和实打实的科学数据硬碰硬的撞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来自2个世界的双重巧合才最值得我们竖起耳朵。这也正是今天这个故事和一般那些茶余饭后的玄学闲谈最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飞机与地震还只是这一年表面上的浪花，那么普莱接下来提到的东西才是他口中真正可怕的深水。他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让很多人愣住的话：2026年最可怕的其实不是战争，而是疾病。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来形容它，
新东西。他说，即将出现的是一种全新的、过去没见过的病。他甚至直接点出2个关键词，一个对应的是肺结核这一类折磨肺部的老病，另一个对应的是让整个中世纪欧洲闻风丧胆的鼠疫，也就是黑死病。他警告，未来真正威胁人类的可能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毒，而是一种把多种古老病症混合在一起的致命疫情。一旦爆发，后果将会造成大量的死亡。把肺结核和黑死病这2个名字摆在一起，光是听就足以让人头皮发麻。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对这种病来历的描述。他强调，这种混合型的疾病并不是单纯从大自然里冒出来的，它的源头指向的是实验室。他说，这场威胁与其说是一场全面的攻击，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实验，可能不完全是刻意释放，或许带着实验失误、意外泄露的成分在里面。被问到病是不是源自泰国时，他很肯定地摇头。他说，这是从外面放进来的，是外国人搭着飞机把它带进泰国，再慢慢扩散开来的。而且那个带源的人自己可能都还不知道。他甚至隐约指出，这个源头的方向与俄罗斯那一带的区域有关。把这些线索拼在一起，一个非常具体又非常吓人的画面就浮现了出来。病毒顺着国际航班跨越国界，悄无声息地落地生根。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它早已散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描述的症状更是处处透着一股寒意。他说，这种病最阴险的地方就在于初期的伪装。一开始，患者会以为自己只是得了一场普通的感冒，发烧、咳嗽、浑身无力，谁都不会放在心上。可它真正的特征是久治不愈，病情会反反复复，拖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很多人会出现严重的腹泻，消化系统彻底紊乱。他甚至描绘过一个画面，在未来的某一段日子里，你坐上一架飞机，会发现机舱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咳嗽，那种咳嗽声此起彼落，连成一片，成了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日常。而他对泰国当局的判断更悲观，他预感到，当大量病例出现的时候，相关单位反而会选择按兵不动，任由疫情变成一种无声的蔓延。等到察觉严重性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也正因如此，他苦口婆心地建议，未来这几年，大家在公共场所最好还是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好好保护自己的肺与呼吸道，同时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波疫情很可能会伴随着社会的动荡与资源的争夺。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神婆的危言耸听，现实里哪有那么巧的事？可是我必须说，当我把他的描述拿去对照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又一次被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给攫住了。就在不久之前，印度一带其实正为一种叫做尼帕病毒的东西绷紧神经，周边国家纷纷加强边境的防疫。尼帕病毒这种病致死率高得惊人，而且至今没有特效药。它从动物身上跳到人身上的方式，和普莱描述的那种透过接触、透过迁徙悄悄传开的模式，竟有着微妙的相似。更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专家其实早就在严肃地讨论一个概念，他们把那个尚未出现却迟早会来的未知传染病命名为 X 疾病。注意这个名字 X 疾病，这不是哪个神婆发明的词，而是顶尖科学家用来提醒全人类提早准备的正式说法。一边是泰国神婆口中那个会引发大量死亡的新东西，一边是科学界煞有介事讨论的 X 疾病。当这2个词在你脑海里并排出现时，你还觉得这只是巧合吗？把疾病讲完，普莱才把话题带到大家最关心的那个词——第3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块，他的判断其实相当细腻。他把战争分成了2种，一种是看得见的、真实的战争，飞弹、军队、硝烟；另一种，他称之为潜伏的战争。而他口中那场由实验室流出的混合瘟疫，正是这种潜伏战争的一部分。他说，这种潜伏的战争短期内未必会出现封城封国那种惊天动地的画面，它更像是让整个社会慢慢被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所拖垮，越来越多治不好的肺炎，越来越多异常严重的腹泻。换句话说，在他的世界观里，仗其实已经在打了，只是这种仗没有宣战，
没有前线，敌人藏在一管试剂、一张机票、一个无症状的旅客身上，悄悄地把一个国家的健康与信任一点一点蚕食掉。我们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自己可能早已身在其中。普莱这套潜伏战争的说法，乍听之下很像某种阴谋论，可他之所以能让这么多人脊背发凉，是因为他狠狠戳中了那场大瘟疫之后全人类心里那道还没愈合的伤口。经历过那几年，太多人对于病毒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依旧抱着挥之不去的疑问与不安。当一个人说下一场灾难或许不是天灾，而是某个实验室里跑出来的东西，是某些国家在暗中较劲时不慎掉落的筹码，这种说法很容易就点燃了我们心底那股对未知最原始的恐惧。我必须非常郑重地强调，这些都只是他个人的感应与推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我们也绝不该因此去无端指责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那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但是那股弥漫在全球的不信任感本身却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份彼此提防的不信任，有时候比病毒本身更能从内部撕裂一个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普莱与其说是在预言一场生化战争，不如说他是在替这个焦躁不安的时代，把那份藏在每个人心底却说不出口的集体焦虑给讲了出来。那么那场真刀真枪的世界大战呢？他给出的答案既让人松一口气，又让人更加不安。他说，这场大战之所以还没爆发，很大程度上要看一个大国的内部情况。他提到，当这个国家内部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与抗议时，反而会把它向外发动战争的脚步往后拖。他甚至说，对其他国家来说，这种内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能暂时遏制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引信。但他话锋一转，语气里满是遗憾。他说，战争终究是躲不过去的，就算这个大国的内乱再严重，最多也只能把战争往后拖个3到5年。时间一到，那根弦还是会崩断，而身为中立国的泰国，到时候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会被牵连进去。听到这段，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把人逼到绝望，他留了一个喘息的窗口，但这个窗口也只有短短的3到5年。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到这里，那个让人心惊的时间框架已经一步一步浮现出来了。3到5年。普莱反复强调，2026年绝对不是终点，它只是一段序幕，一个过渡。他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2027年、2028年，甚至一路看到了2030年。他说，真正极端的火之年其实是在2027年，到时候水灾与火灾会同时暴增，水与火这2种看似相克的灾难会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一起压向人类。他还特别提到，2027年的地震会变得更频繁，而其中一部分原因竟然与某些国家在海上、海底进行的武器试验和军事演习有关。他警告，如果这些试验刚好发生在地质脆弱的断层带上，很可能会像推倒骨牌一样，触发一连串的连锁地震，进而带来更严重的水患。他口中那幅2026年到2030年的图景，是一条越走越黑的下坡路。灾难与战争不会在某一年戛然而止，而是会一年比一年更密集、更猛烈。这就是标题里那句5年之内现在的世界可能不存在了的由来。所谓不存在，我想我们得把它讲清楚，它未必是指地球毁灭那种科幻电影式的结局，那未免太极端。它更像是说，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套秩序，这种安稳，这种以为明天会和今天差不多的安全感，会在这5年里被一点一点的侵蚀，被打散，然后重新拼凑成一个我们可能完全认不出来的样子。物价、粮食、疫病、战火、气候，这几样东西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一起翻腾，那么5年后的世界，哪怕地表的山河依旧，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恐怕都已经和今天截然不同。听到这里，你或许会长舒一口气，觉得这终究只是一个泰国神婆的梦，再准的预言家也有说错的时候，何必当真？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它确实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玄学话题。可真正让我觉得细思极恐的地方，恰恰在后面。因为当我把镜头从泰国的摄影棚
转向全世界最顶尖的气象机构时，我发现那些最冷静、最不信鬼神只认数据的科学家，竟然在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描述着一个和火马年惊人相似的2026年。普来说这是一个被火主宰的年份，而科学家说一个140年来最强的圣婴正在太平洋深处苏醒。一个用的是直觉与梦境，一个用的是物理与数学，可他们指着的方向竟然出奇的一致。我们先把圣婴这件事说清楚。圣婴现象，西方叫它厄尔尼诺，本来是一个自然的气候循环，早在人类大量燃烧石化燃料之前就存在了。在正常的年份里，赤道太平洋上那股强劲的信风会稳稳地把温暖的海水往西边推，让南美洲沿岸的冷水自然上涌。可每隔3到7年，这股风会莫名其妙地减弱，甚至反过来，于是大量积蓄的热量就会沿着赤道往东边铺开，让太平洋那一大片海面整个热起来。别小看这0点几度的升温，海洋是地球气候的方向盘，太平洋的温度一变，全球的大气环流就会跟着被牵动，它会像拨动一连串多米诺骨牌一样，彻底改变全球的降雨与干旱格局。本来多雨的地方变得干旱起火，本来干燥的地方却被暴雨淹没。科学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圣婴一来，整个地球的天气剧本都会被重新洗牌，没有一个角落能够置身事外。具体到我们所在的东亚与东南亚，圣婴的脾气往往特别不留情面。在典型的圣婴年，原本该把丰沛水汽送上岸的季风会被削弱，于是中国南方、东南亚还有印度这一大片地区，常常会陷入异常的干旱，雨迟迟不下，水库一天比一天浅见底，冬天则容易偏暖，该冷的时候不冷，整个季节的节奏被打乱。而且圣婴还藏着一个让人头疼的时间差，它对全球气温的冲击往往不是当年最猛，而是会延后到隔年才彻底爆发出来。这也恰好对应上科学家的判断，2026年下半年圣婴成型，真正最热的记录却很可能落在2027年。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差，因为它意味着就算2026年的夏天还勉强撑得过去，后面那一年恐怕才是真正的硬仗。普莱把最猛的火之年压在2027年，科学家把破纪录的高温也压在2027年，这二支箭又一次射向了同一个靶心。那2026年的情况到底有多特殊呢？首先，过去这1-2年一直帮地球降温的反圣婴现象，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拉尼娜，已经在2026年的5月前后正式结束。紧接着，海洋的数据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化。最新的海洋分析显示，热带太平洋的次表层海水正在明显变暖，这是强烈圣婴即将登场的典型前兆。美国的气候预报中心已经发出圣婴预警，估计这个现象最快可能在2026年的8月就会正式形成，出现的几率高达80%左右。世界气象组织也跟进确认，在2026年年中到年底这段时间，圣婴出现并一路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悬念。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巧的事？当普莱在讲火马年最凶的5月到7月时，现实中的太平洋正好就在这段时间里悄悄完成了从降温到升温的逆转。一个说夏天最热最乱，一个说夏天海温翻转，时间点再一次对上了。但让事情真正升级到细思极恐的是强度。普通的圣婴已经够折腾人了，而科学家真正担心的是一种叫做超级圣婴的怪物。超级圣婴的定义是中太平洋那一片关键海域的海面温度比正常水平高出摄氏2度以上。在有完整记录以来，真正够得上超级圣婴这个门槛的屈指可数，只有1982年、1997年，还有2015年那3次，每一次都在全世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而现在，多个国际权威模型给出的判断是，这一次正在酝酿的圣婴极有可能再次冲上超级圣婴的等级，甚至有研究大气科学的学者直白地说，它有大约50%的几率会成为人类有完整气象记录14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欧洲的气候模型给出的超级圣婴几率更是比美方的估计高出一大截。也正因如此，2027年很可能会一举打破全球高温的历史记录。你听出那股含义了吗？一个泰国的预言家在2025年底用玄学的语言说，
2026年是一匹冲进火里的马，最猛的火会烧到2027年。而一群全世界最严谨的气象学家，在2026年用卫星与超级电脑算出来的结论是，一个140年最强的热浪正在成型，最热的记录将在2027年被改写。两边用的工具天差地远，一边是直觉与梦境，一边是物理与数据，可它们落在纸上的那个结论，那个年份，那股热，竟然严丝合缝地对上了。这就是这个故事最让人坐立难安的核心。当玄学与科学在同一个坐标上相遇，你很难不停下来认真地想一想。而历史恰恰告诉我们，当一个超级圣婴真正发威时，它能带来的远不只是热这么简单。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876年到1877年，那一段日子，在现代气象观测还没普及之前，地球经历了一场被后世认为是超级圣婴所引爆的大灾难。气候的剧烈紊乱让印度、中国还有大片地区的季风与雨水彻底失常，紧接着就是大范围的干旱与饥荒，田里颗粒无收，河流干涸见底，无数人在饥饿中倒下。根据后人的估算，那一场由气候异常牵动的全球饥荒夺走的生命可能高达5000万人。而在这场全球性的浩劫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受到的冲击一点都不比别人小。就在那几年，中国的华北一带、山西、河南、陕西连着好几年低雨不下，赤地千里。史书上把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称为丁戊奇荒。光是这一场，饿死的人就数以千万计，饿殍遍野。那段惨状至今读来都让人心头发紧。5000万，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瞬间崩溃的数字，而它背后的推手仅仅是太平洋上那一片海水的异常升温。而那一次的海洋升温程度，按照部分科学家的说法，竟然与我们眼前这次正在酝酿的处于同一个量级。我们再看离我们更近的二次，1997年到1998年那场超级圣婴，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那一年东南亚遭遇了极端的干旱，印尼的森林一点就着，烧出了惊人的大火，浓烟与霾害飘散了大半个东南亚，天空连续多日昏黄一片，航班停飞，学校停课，整个区域被呛得喘不过气。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边，南美洲的秘鲁与厄瓜多却被暴雨与洪水淹得苦不堪言，房屋冲毁，道路中断，一边是火，一边是水。同一个圣婴，在不同的地方演出了完全相反的灾难。各位再想想普莱那句反复出现的水火夹击，是不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呼应？到了2015年到2016年那一次超级圣婴，伤口又换了一种形式。那一次海水的高温让全球的珊瑚礁陷入大规模的白化，大片大片美丽的珊瑚在短短几个月里褪成惨白的骨架，海底的生态遭受重创。非洲与东南亚的许多地区陷入严重干旱，农作物欠收，饮水告急。而高温与潮湿交织出的环境也让蚊虫大量滋生，一种叫做寨卡的病毒就趁着这股热浪在美洲大陆疯狂蔓延。那是一种会让孕妇肚子里的胎儿脑部发育受损的可怕疾病。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拉响了最高等级的警报。与此同时，登革热与霍乱的疫情也在好几个地区跟着窜了上来。你看，从1876年的大饥荒到1997年的大火，再到2015年的珊瑚白化与疾病蔓延，每一次超级圣婴都不是单纯的把温度调高那么简单，它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粮食、疾病、生态、经济，一个接着一个被推倒。而比起这些前辈，更让人警惕的是，这一切是叠加在一个本来就已经很烫的地球上的。把镜头拉回到2023年到2024年，那一次的圣婴已经被世界气象组织列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5次之一。就是那一次，把全球气温硬生生推到了一个我们长期以来最害怕跨过的门槛。地表温度首次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高出了摄氏 1.5 度。要知道，摄氏 1.5 度是无数气候科学家口中那条绝对不能跨过的红线。而那一次的圣婴，论起强度，其实还排不到历史的最前列。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一次真的如预测般成为140年来最强的那一个，它把温度计往上顶的力道又会有多么可怕？我们不是站在一片冰原上等着它升温，我们是站在一块本来就已经烧红的铁板上，在迎接一把更大的火。更现实的问题是，这股热从来不会乖乖地待在温度计里，它会变成我们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危机。圣婴一旦发威，全球的农业就会跟着遭殃，该下雨的粮仓变得干旱，禾苗枯死，不该下雨的地方却被洪水冲毁田地。渔业也躲不过南美沿岸那片养活了无数渔民的渔场，会因为海水变暖而鱼群锐减，粮食一减产，价格就会飙涨。而粮价一涨，最先被推到悬崖边上的，永远是那些本来就最脆弱的人群与国家。各位再回想一下普莱说过什么？他说要小心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粮食短缺与物价暴涨，他说会出现严重的水灾，还有类似泥土喷发的异象。当科学家在讲圣婴导致的旱涝与粮荒时，一个泰国神婆竟然早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把同一条因果链给说了出来，一个讲气候动力学，一个讲玄学感应，结论却撞在了一起。而这条因果链最后还会一路烧到我们的钱包，烧进整个经济的骨子里。在过去几次强圣婴中，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都被搅得天翻地覆。干旱与洪水让咖啡、可可、蔗糖、棕榈油还有稻米这些作物的产量大起大落，价格跟着坐上了云霄飞车。气候异常还会推高能源的需求，酷暑之下，整个社会对电力与冷气的依赖急速攀升，电价与燃料的价格也跟着一路承压。对保险业来说，极端天气意味着一笔又一笔巨额的理赔，对那些以农业为命脉的国家来说，一次大欠收就可能动摇整个国家的经济与民生根基。普莱曾经说过，2026年的经济或许会出现回稳甚至回升，但政治与天灾的冲击不会缺席。把他这句话和科学家对粮价、能源价格的担忧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件很微妙的事：所谓世界的改变，未必是天崩地裂那一刻才轰然到来，它很可能是从你某天发现菜变贵了，电费变高了，保费悄悄涨了的那些不起眼的日常里，一点一点的开始的。热还会做一件更阴险的事，它会帮疾病开路。气温一升高，很多原本被气候限制住的病媒蚊、病菌与病毒活动的范围就会扩张，繁殖的速度也会加快。干旱与洪水交替之下，人群被迫迁徙，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化，正是各种传染病趁虚而入的最佳温床。其实早在很多年前，科学家就已经注意到圣婴和瘟疫之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发生在南美洲的秘鲁，在1991年那场圣婴前后，一种已经在美洲大陆消失了将近100年的古老瘟疫，霍乱竟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短短时间就夺走了数千条人命，还一路朝着周边国家蔓延开去。各位有没有发现，普莱口中那场由实验室加上大自然混合而成的瘟疫，和科学家口中圣婴所助长的疾病扩散，虽然起点完全不同，一个指向人为的实验室，一个指向自然的气候，但它们最终汇流的那条河都是同一条，那就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健康危机。一条来自玄学的预言，一条来自科学的推演，竟然在疾病这个路口再一次狭路相逢。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重合，才是真正让人睡不着的地方。说了这么多遥远的国度，我们把目光收回来，看看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对于我们这边的朋友来说，超级圣婴绝不是别人家的事。首先就是热，一个更强的圣婴往往意味着更漫长、更难熬的酷暑。午后的高温一波接一波，冷气电费节节高升，户外工作者与长辈的中暑风险也跟着飙高。其次是水，圣婴年会打乱原本的台风与梅雨节奏，有时候该来的雨迟迟不来，水库见底，限水的警报拉响，有时候却又一次倾盆，酿成局部的淹水与山洪。再来就是饭桌，国际粮价一波动，本地的菜价、肉价、鱼价都会跟着敏感起来。前一阵子大家对某些食材价格的有感，其实就是这条全球链条传导到我们生活里的一个小小缩影。普莱讲的是泰国的水火夹击，
可水与火这二个字，对于同样身处季风与台风带上的我们，又何尝陌生？还有一点是身处海岛的我们特别要放在心上的，那就是台风。海洋的温度就是台风的燃料，海水越热，台风能汲取的能量就越多，也就越容易在短短1-2天里爆发性地增强，从一个不起眼的热带低压迅速壮大成一个张牙舞爪的强烈台风。当太平洋被一个140年来最强的圣婴烤得发烫，未来这几年台风的强度与路径会不会变得更加难以捉摸？这正是气象专家们一直在密切盯着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绝不是什么抽象遥远的科学名词，而是每一个夏秋之交都可能实实在在打到家门口的狂风暴雨。所以把防台的准备做得更扎实一点，把该补墙的窗户、该清理的水沟提早弄妥当。这种未雨绸缪，在接下来的这几年，恐怕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而这一切也并不是遥远的未来，它的前奏其实已经在2026年实实在在地上演了。就在这个夏天，墨西哥遭遇了大范围的热浪，气象部门一度警告全国有超过20多个州会受到影响，城市的上空甚至弥漫着热浪带来的霾。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当局因为圣婴可能加剧的高温，不得不缩短学生的上课时间，改成线上教学，让孩子们躲开最毒的日头。更巧的是，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正好在6月中到7月中，与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这3个国家举行，而这段时间恰恰就是北美酷暑最猛烈的时候。一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要在一个被预测为140年最热的夏天里踢完，从球员的中暑风险到球场的降温措施，每一个环节都绷得紧紧的。这些都不是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新闻。当我们把这些零碎的新闻拼在一起，会发现它们和那张火马年的剧本又一次悄悄重叠。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会发现热与乱结伴而行，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气候剧烈异常，粮食减产，饥饿蔓延，社会的张力就会被拉到极限。人们为了争夺变少的水、变少的粮、变少的土地，冲突就更容易被点燃。许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一些大规模的动荡与迁徙背后往往都站着一个气候异常的影子。火从来不只是天上的太阳，它也可以是人心里那把因为匮乏与恐惧而烧起来的火。所以当普莱把火灾、疾病、战争、粮荒这几样东西串在一起讲的时候，他或许不懂气候动力学，但他凭着一种朴素的直觉摸到了人类历史里那条反复出现的暗线，那就是当老天爷发起火来，人间往往也跟着不太平。那么把这2条线并排放在一起，我们到底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想先说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大家务必听清楚，预言永远只是预言。普莱自己都反复强调，他希望那只是一场梦，他无法确定地点。他也说过，火马最后还是有机会浴火重生。一个人就算过去说中再多次，也不代表他对未来的每一句话都会成真。这是我们聊任何预言时都必须守住的底线，否则就成了自己吓自己。我们今天把他的话和科学摆在一起，不是要吓唬谁，更不是要贩卖恐慌，而是想让大家看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人类的直觉与冰冷的数据在同一个年份、同一股热、同一条灾难链上给出了如此相似的提醒时，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地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我们得把这2种提醒分清楚。科学这一边的提醒是实打实的，海温在升，圣婴在成型，极端天气的几率在升高，这些不需要任何信仰，只需要看数据就能确认。预言那一边的提醒则更像是一种情绪上的、方向上的警钟，它没办法被验证，但它提醒我们，2026年到2030年这几年恐怕不会太平静。无论是天灾、疾病，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密集。把这2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提醒叠在一起，它们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建议，那就是别把接下来这几年当成理所当然的太平岁月。能想到这一层，这支影片就没有白看。
那我们普通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答案一点都不悬，甚至有点平淡。面对可能变得更热的天气，做好防暑，多关注高温与停限水的预警，别在最毒的时段硬撑，多照顾家里的长辈与小孩。面对可能反复出现的疾病，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把免疫力与肺部的健康放在心上。普莱那句在公共场所多戴口罩的建议，撇开玄学不谈，放在科学的角度看，本来就是一件低成本又有益的事。面对可能上涨的物价，量入为出，留一点余粮与储蓄，让自己在风浪真的来的时候，能多一分从容，少一分慌乱。面对动荡的世界局势，如果年终真的要出远门，多留意各国发布的旅游与安全警示，把行程安排的保守一些，把保险买的周全一些。你看，无论这些预言最后会不会应验，这些事都是我们本来就该做，做了也绝对不吃亏的准备。准备从来不是因为相信末日，而是因为珍惜眼前的日子。其实，回头看人类这一路走来，我们并不是第一次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1876年那场夺走了数千万条人命的大饥荒，人类最终还是熬了过来。一场又一场的瘟疫，一次又一次的战火与天灾，每一次发生的时候，都有人声嘶力竭地喊着这是世界末日，可每一次，太阳照样会在第二天的清晨升起。活下来的人擦干眼泪，重新把倒塌的房子一砖一瓦盖了回去，把荒掉的田地重新犁过，种上新的种子。我讲这些，绝不是要大家对眼前的风险掉以轻心，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的前人是靠着未雨绸缪，靠着一家人一个村子彼此扶持，才一次次走过那些至暗的时刻，我们今天才更应该把准备这2个字认认真真的放在心上。尤其是家里有长辈有小孩的朋友，平常多备一点常用的药品，多存一些不容易坏掉的粮食与饮水，多留意一回气象与防灾单位的消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到了关键的那一刻，守护的就是你这辈子最在乎的那几个人。灾难从来不会挑一个良辰吉日才来敲门，但一个有准备的人，总是能比别人多撑一阵子，多争取到一分喘息与转圜的余地。而这一份从容，恰恰是任何害人的预言，任何突如其来的灾难都夺不走也抢不去的东西。说到底，我们对抗未知最好的武器，从来都不是恐慌，而是一颗既清醒又温暖的心。说到底，人类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总是会本能地去寻找各种征兆。古人抬头看星象，低头看龟甲，焚香问卜；今人则低头看数据，盯着模型发射卫星。而像普莱这样的人，则是用他自己那套神秘的方式，去捕捉那些飘在空气里的不安。这些方式看起来南辕北辙，甚至彼此看不顺眼，可他们背后其实都藏着同一种最古老的渴望，那就是在巨大的未知面前，能够多一点点掌控感，多争取一点点准备的时间。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家和预言家反倒像是站在同一条河的两岸，遥遥地做着同一件事。所以这支影片真正想留给你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一份清醒。清醒地知道，我们可能正站在一个不太平凡的路口上，清醒地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人，然后清醒地把属于自己的每一天认认真真地过下去。在2026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巨变正逼近亚洲最大的国家，许多人相信这将是中共政权走到终点的开始。所谓大丧临头，红色政权即将覆灭，一切听起来像是危言耸听，但当我们细看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玄妙巧合和社会意象，不禁让人背脊发凉。难道这真是天意在暗示什么吗？中共苦心经营的风水局似乎突然失灵，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切转运举措也屡屡碰壁，而中国年轻世代竟在不约而同地对这个政权送出一个恐怖的诅咒。更诡异的是，刚刚过去的春晚舞台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倒计时的钟声已经敲响。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安排？今天就让我们抽丝剥茧，深入探讨这个最毛骨悚然的预言背后的蹊跷。中国传统命理中，丙午年与丁未年相连，被称作
赤马红羊年，其中2026年正是丙午马年，因天干丙属火，地支午也是马属火，所以俗称赤马年。紧随其后的2027年丁未羊年，天干丁也是火，因此并称赤马红羊。民间流传一种说法，逢此赤马红羊年，往往天下动荡，旧秩序瓦解，新旧交替之节会接踵而至。虽然现代命理师也提醒不要过度迷信巧合，但是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一到火马、火羊年份，大事件真的特别多。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66年，同样是丙午马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全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动乱。接下来的1967丁未羊年，动乱持续升级，红卫兵武斗血流成河，整个红色政权几乎走到崩溃边缘。再往前推60年，上一个丙午马年是1906年，时值清朝末年，朝廷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预示了5年后辛亥革命的爆发和2000年帝制的终结。如此看来，赤马红羊节仿佛是历史周期中一个神秘的警钟。每逢此刻，天地之间火气太旺，阴阳失衡，大乱将临。而2026年正是新一轮赤马火年再度来袭。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不光东方术数有这种警示，连西方的著名预言也隐隐与之呼应。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中写到一段玄妙的诗句：伟人白日被雷霆击倒，7月之中大战延续。7月，许多研究者将这解读为2026年前后会有颠覆政权的重大事件。一位举足轻重的男性领袖可能在白昼遭遇突然的雷霆一击，这听起来莫非就是某位大国首脑在晴天霹雳中倒台或身亡？而7个月的大战则被视为将有一场持续7个月的全球冲突很可能爆发在东亚，甚至直指中国及周边国家。诗中还提到海上将燃起殊死战争，并暗示7艘战船卷入其中。有人联想到南海局势，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菲律宾等7方势力环绕南海，蠢蠢欲动。难道预言中的那场7月大战就是中共在赤马年陷入的一场海上冲突？如果真如此，毫无疑问将重创这个政权的命脉。无独有偶，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70年河东70年河西的朝代兴亡定律。中共建政自1949年至今也已经超过70年，渐入气数已尽的传统大限。有些预言奇书，例如据说出自明朝的刘伯温碑记，更直言不讳地警示过洪朝气运不长，70载后必将走向衰亡。当然，这类传闻真伪难辨，但当前种种迹象让许多人坚信2026年前后就是关键节点。也就是说，若真有所谓天灭中共的天意，那么赤马年极可能是引线被点燃之时。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所感应，标榜无神论的中共高层最近的动作却异常迷信。据传今年农历马年过年前，北京当局就因担心局势不稳，内斗加剧，暗中想透过改变春节大典的色彩与仪式来为自己转运，图个趋吉避凶。毕竟2026是丙午火马，火气太旺，他们怕烧到自己。于是在央视春晚这台全国瞩目的年度大戏上，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布置。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今年春晚的吉祥物造型是一组4匹马，但它们的颜色很不寻常，分别是青黑色、青色、白色、黄色，唯独没有红彤彤的马。没错，中共刻意回避了代表火的红色，取而代之地凑齐了青、黑、白、黄4种，隐隐对应着五行中的木、水、金、土4行，仿佛想要以颜色之力补全五行，来压住过旺的火气。从风水角度看，他们企图用这套五行平衡的戏法来破解赤马红羊节带来的火灾之恶。然而让人瞠目的是，网友发现这4匹马的配色竟与圣经预言中的末日4骑士如出一辙。圣经启示录中的4骑士，青黑、苍白、赤红、灰白，各自象征着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4大灾祸。春晚上这4匹青黑、青白、黄之马
不就对应其中瘟疫、苍青、战争、赤色被他们避开了，但青黑色码也被解读为瘟疫或死亡的一种，饥荒，黑或黄，可联想瘟疫与饥荒、死亡、苍白吗？本想消灾解厄，结果整出个末日场景，不能不令人倒抽一口冷气。这算不算是天意捉弄？越是掩盖火色，反而引出了更可怕的象征。中共越想压制厄运，却似乎正应了那句话躲不过的命运，反而加速降临。此时你可能在想，搞些颜色花招就能改变命运吗？这听起来未免太荒唐，但事实证明，中共高层对玄学的执着超乎想象。他们嘴上宣称唯物论，私底下谁都迷信得很。故宫角落藏着风水镜，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也据说是镇邪押运，这些坊间早有传闻。而今年春晚这几匹怪马更是明显透出高层的心虚与紧张。然而他们的昏招还不止于此，除了配色，今年春晚舞台上另一个惊人的变化是出现了大量机器人参与表演，整台晚会仿佛变成机器人大秀场，从开场到闭幕，各种会跳舞、会书法、会卖萌的机器人轮番登台，其数量之多，场面之盛大，前所未见。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展现科技强国实力啊，但深入想一层，味道就变了。为什么要临时在春晚大规模加机器人节目？知情人士分析，这应该不是导演组一时兴起的安排，而是带有明确政治意图，对内提振信心，对外秀肌肉。在内外交困下，中共想借高科技元素来塑造国运昌盛、前途光明的形象。然而他们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些冰冷的钢铁傀儡反而可能成为压垮自己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从玄学五行上讲，机器人属金又带火，因为机器人是金属造物，通电运转又释放火的能量，所以满舞台的机械大军其实等于极旺的金火之气充斥全场。本来他们躲红色为的是压火，结果机器人大秀一开，整个春晚变成火上浇油。风水中讲究阴阳协调，生生不息。但现在春晚这个全国最大聚气之门面里，人气被机器取代，生气、生命之气反而被死气、煞气压住了。金火过盛，木水严重不足。长此以往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滋养生命的源头枯竭。比如文化教育会断层，经济循环会卡滞，人心会烦躁不安，社会会高度紧绷。而眼下的中国不正出现了这些迹象吗？年轻人生机涣散，学术文化低迷，各地经济陷入停滞，人心普遍焦灼，仿佛印证了风水失衡带来的恶果。更加绝妙，或者说讽刺的是，中共本想用机器人来彰显国威，没风光2天就被网友戳破。春晚上的机器人很多，只是提前设定好的木偶，称不上顶尖 AI。 有人发现那些机械臂同步划拳，中华婀娜舞步，其实背后有人遥控在操纵。这下舆论一片哗然，大家调侃春晚成了大型提线木偶秀。而且最打脸的是，观众很快联想起现实中的中国国运，一个充斥着傀儡的舞台，不正象征着今日中共治下的国家吗？社会失去生气，人民沦为木偶，连党魁习近平也仿佛成了傀儡，舞台上下相映成趣。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联想在网络疯传，使得中共原本用心良苦设计的转运大秀彻底演变成一场国民吐槽大会。从结果来看，中共处心积虑的玄学布局已宣告破产，想避火却引来末日四骑士，想振国运却弄巧成拙，变成自暴其短。这不禁让人怀疑，所谓气数真是强求不来的，天命若绝，徒劳挣扎也是枉然。古语说，人算不如天算，中共精心铺排的一切不过是枉费心机。看来在冥冥之中，决定这个政权命运的关键剧本早已写好，多年的国运终将走到转折点。在预言中，一个让中共最胆寒的细节是大丧，大丧者大人物之丧也。也就是说，预言暗示这个亚洲大国很可能将迎来最高领导人的丧礼，或者引申为国家级别的大规模哀悼事件。而更骇人的是，
中国的年轻一代似乎早已对此有一种说不出口的诅咒，这并非指他们直接诅咒谁去死，而是一种更无声却更可怕的诅咒，让你断子绝孙。大家知道，断子绝孙在汉语里是最恶毒的诅咒之一，而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正以一种消极而决绝的方式把这句诅咒变成现实。他们选择不婚不育，拒绝为这个体制再添任何新生婴儿。最近几年，中国出生率每况愈下，一次次刷新历史新低。就在2025年底，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一大城市，甚至只有 0.7、0.8， 彻底进入超低生育陷阱。也就是说，一对夫妻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新生儿数量的暴跌令人口急剧老化。14亿人口的大国正在加速萎缩。如果说一个政权也有生命，那么后继无人就是肃亮的不祥之兆。中国年轻人用脚投票，宣告了对未来的绝望与抗议。你让我们没有未来，那我们也不会让你有未来。为什么当代年轻人如此绝情？回想几年前的一个场景，令人唏嘘。在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有个年轻小伙在抗争中对着上门的警察大喊：“我们是最后一代了，谢谢。”短短一句话，道尽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声。与其把孩子带到这无望的世界，不如断绝自己的香火，让不公不义到我们这代为止。最后一代随即成为网络热词，也成了中共心头刺。这是年轻一代对体制发出的无声诅咒。我们将不再供养你，填充你的人口红利，我们要用不生育来和你同归于尽。这种玉石俱焚的决绝，比街头抗议还让当权者心惊。除了拒绝生育，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与绝望还体现在许多方面。躺平、摆烂思潮席卷中国网络，年轻人流行当废物，拒绝内卷，以消极怠工来对抗高压社会。他们戏称自己是社畜、打工牛马，过年时自嘲牛马年到了，因马年谐音马年。他们说自己只是二维码下的牛马命。今年春节期间，一款名叫哭哭马的玩偶意外走红全网。那是一匹本该笑盈盈的贺岁小马，因工厂瑕疵，嘴巴反缝成了下垂的苦相，结果年轻人疯抢购买，视它为自己的情绪代言人。办公桌上摆只哭哭马，马身上还绣着讽刺的吉祥话“马上有福”。这种荒诞的反差，正是年轻人心境的投射。生存压力山大，只能苦中作乐，连春节的吉祥物都要哭丧着脸，这难道不是某种时代悲哀的写照吗？还有更绝的，网友们创造出高冷马、潦草马、干饭马等各种颓丧或无所谓形象的小马文创，就连官方媒体都不得不承认，哭哭马的爆红反映了中国年轻人苦闷压抑的心理状态。这匹泪眼汪汪的小马承载了多少年轻一代无声的控诉啊！更妙的是，有人把春晚官方推出的一套马年宣传画和年轻人的吐槽结合起来，在网上形成热议。原本喜气洋洋的马年宣传插画，到了网友手里纷纷被二次创作成职场漫画，马儿被描绘成过劳加班的写照，讽刺年轻人在职场中被压榨的只剩下躯壳。一时间，职场控诉马图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成千上万的年轻打工人对号入座，集体吐槽自己的处境。就这样，官方苦心营造的祥和气氛再度被草根舆论解构，喜剧变悲剧，贺岁变控诉。中共对年轻人的宣传完全失效，反而暴露出统治基础的动摇。当一代人集体消极厌世，这个政权还拿什么维系未来？可以说，中国年轻人的低欲望反抗正在构成对中共最阴狠的一击。没有战火硝烟，没有流血冲突，但这种灭顶危机更让统治者防不胜防。毕竟再强大的政权也承受不起整整一代人的消极怠工和断子绝孙。如果把国家比作一棵大树，青年就是源源不绝的养分和嫩芽，而现在这棵大树的根系却在自我枯萎，那等待它的只有轰然倒塌。难怪有人感叹，中共的终局倒计时不是从别处开始，而是从千千万万沉默的年轻人心中开始。他们什么都不做，却已经是改变历史的力量。当所有这些迹象汇聚在一起时，一些通灵预言家也站出来盖章，确认了这个可怕的未来。在海外华人圈，一位颇有名气的灵媒博主
最近声称看到了2026年的巨变图景。他在最新一期节目里表示，2026年将是地球剧烈变化的一年，其中就包括亚洲某个最大国家出现结构性巨变。这位灵媒叫仙女星系的絮语，他强调说，从更高维度看，时间并不存在，但按照我们人类的时间线推算，从2025跨入2026的这个节点，未来一些走向已开始显形了。他提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原本可能在2025年发生的那场亚洲最大国家的剧烈变动，被往后推迟到了2026年年中前后。为什么延后？灵媒给出的答案耐人寻味，为了尽量减少人员伤亡。换言之，按照他的说法，本该在2025年爆发的大劫，被某种力量硬生生往后推了一阵，目的是让灾难来得稍缓一些，代价小一些。这听起来仿佛老天开恩，留了最后的宽限期。絮语进一步预测，巨变的时间点大概率会在2026年年中，可能稍有前后浮动，但大方向不变。到时候会先有一个足够大的事件充当导火索，把整个局面点燃，随之而来的不是小修小补的变动，而将是政权更迭、国家重构般的根本改变。他强调，这种改变不仅仅发生在一国，进入2026年后，全球可能有多个国家陆续进入结构调整、重新洗牌的阶段。但是作为引爆点的，无疑就是那个亚洲最大国家。那么这个亚洲最大国家指的是谁呢？灵媒没有直说，只是吊着大家胃口。但对绝大多数听众而言，第一反应无非两个选项，要么是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土地面积最大，要么就是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影响力都更胜一筹的中国。结合前文种种迹象，再加上中共终局倒计时这一说法本就来自华人圈讨论，我们不难猜到，预言矛头十之八九是对准中国和中共政权的。毕竟如今俄罗斯的乱局大家看在眼里，但普京政权似乎还算稳固，反倒是中共看似铁板一块，实则内外交困，暗潮汹涌。值得注意的是，灵媒特别提及了大丧二字。所谓大丧，通常指国丧级别的人物离世。如果他的感应准确，或许暗示着中共最高层将有人在这段时间离场，无论是自然病亡还是意外身亡，又或是政治上的生死明灭。试想，如果习近平在明年中左右突然去世或倒台，那将是怎样的震撼导火索？一个统治多年的强人突然消失，引发的权力真空和内部震荡足以点燃整个局势。各派势力为争夺权力厮杀，14亿人对未来走向惶恐不安，这一连锁反应很可能带来政权的颠覆性巨变。而灵媒说延后是为减少伤亡，或许意味着如果巨变发生在2025年，本可能通过更血腥的形式，比如对外战争或内战爆发，死人无数；而延到2026年中，则也许以相对温和的方式收场，例如内部政变或和平倒戈，从而少流血。当然，这只是大胆的推测，但也不是没有迹可循。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今年过年期间异乎寻常的低调，据传连北京城都没离开过。往年他会下基层视察慰问干部群众，今年却深居简出，似乎对外界风声草动格外戒备。这未必只是防疫考虑，更可能是政治上的担忧。他不敢离开权力核心区半步，生怕出什么变数。毕竟党内斗争刀光剑影，政变这个词近年不断在传闻中出现。去年就有传言他在北戴河会议遭元老逼宫未遂，更早还有某某集团政变计划的风声。虽然多半是谣言，但从中也能窥见中南海内部的紧张气氛。当统治者开始风声鹤唳，往往意味着危机的临界点逼近了。综上所述，无论从天象玄学、民心向背还是政治迹象来看，2026年对中共而言都将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色恶难逃，火劫临头，历史的大戏已进入最后幕布前的宁静，而我们正站在这巨变来临前夜的曙光下，既感到不寒而栗，又隐隐充满期待。毕竟每一次破局都是痛苦而壮观的，同时也是新生的契机。当钟声敲响0点，中国龙年的春晚在4匹末日之马陪伴下落幕，人们欢庆着新年的到来。然而谁能料到，倒计时真正开始的不是新年钟声，
而是政权的终局之中。中共当局绞尽脑汁试图续命，却处处显露天意难违的迹象。他们怕火，火偏偏更旺；他们求稳，局势偏偏更乱；他们想让人民繁衍不息，为其贡献韭菜，年轻人却集体选择绝育式躺平。这一切仿佛早有某种剧本预定，任由人间权术如何表演，都逃不出既定的结局。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王朝的覆亡往往伴随着荒诞的前兆和不可逆转的民心崩溃。秦朝末年，天降陨石刻着始皇死而地分，不久暴政激起天下群雄。明朝亡前，天现彗星瘟疫肆虐，农民起义四起。清朝末年，各种预言流言满天飞，义和团喊出扶清灭洋，却拉开了灭清的序幕。如今的中共也走到了和历朝末路极其相似的境地，天象有警，赤马临世，极端气候频仍，人心溃散，民怨沸腾，精英逃离，统治集团内部疑神疑鬼。古人讲，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些春晚上跳动的诡异机器人，网络上疯传的哭泣小马，公众眼中失去生气的木偶领袖，不正是一幕幕现代版的妖孽现世吗？这些荒唐与不祥的征兆，无一不在昭示大厦将倾。有人或许还抱着一丝希望，认为中共还能找到化解之道。然而从目前看来，他们越是动作频频，反而漏洞百出，加速滑向深渊。曾几何时，这个体制可以强力控制舆论，铁腕稳住经济，高压慑服民心。而今呢，封锁言论却禁不住荒诞笑话四处流传，经济刺激换不回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高压统治逼不出百姓对政权的忠诚。大势已去这句话，也许正是对当下最好写照。就像那句古话，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上天如果要让一个政权灭亡，必先让他陷入疯狂的自我折腾。中共近年的种种倒行逆施与匪夷所思的举措，何尝不是一种回光返照般的狂态？而一切疯狂过后，等待他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崩解。我们当然无法精确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当前累积的种种能量都在逼近临界点。2026年很可能就是那个临界点。假如预言成真，我们将见证一场也许波澜壮阔，也许悄然无声的巨变。那个横亘70多年的红色政权会在自己的大丧之年土崩瓦解。或许先是最高领袖的谢幕，继而体制分崩，或许是意外事故引爆民变，又或许什么都不需要，只是如风中烛火般自行熄灭。无论如何，终局的倒计时已经开始。正如春晚舞台上演的隐喻，没有生命的机器终究取代不了真实的人心，而一旦人心尽失，任何政权都注定走向终局。最后，不妨让我们带着一丝超脱的眼光来审视这历史的骤变。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亿万人民而言，也许将经历一段动荡不安的非常时刻。然而危机亦是转机，破灭孕育新生。当预言中的风暴过境，我们或许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就像凤凰涅槃，需先经烈火焚身，黑夜再长也挡不住黎明的到来。如果说2026年的赤马弘扬节是上天对中共的审判，那么这场审判过后，中华大地终将迎来属于人民自己的重生契机。天意昭昭，人力卑微。对于中共而言，此刻也许只能奉上一句古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曾经他们以为能将命运掌握手中，如今才发现不过是历史洪流中一叶孤舟。当命运之雷落下时，一切狂妄皆成虚无。倒计时的每一秒都在提醒，天意难违，请君莫视。我们且拭目以待，迎接那历史转折的钟声真正敲响的时刻，届时答案自会揭晓。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可能发生的那些惊世预言。这些预言来自一位被誉为国际灵媒的女士，名叫朱迪，常年活跃于洛杉矶，拥有通灵和占星背景。她的直觉异常敏锐，累积了25年超自然领域的经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她的客户。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惊人的预测成真，朱迪声名大噪。比方说，早在2022年之前，朱迪就预言了俄罗斯会发动战争，结果2022年俄军果然入侵乌克兰，验证了他的先见。朱迪还提前预见了英国女王的离世。当年9月，
英女王果然驾崩。此外，他成功预测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2024年卷土重来竞选总统。随后川普的确宣布参选，他甚至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中共20大上顺利连任，这也如期发生。随着一桩桩大事被他言中，朱棣获得了神准通灵师的美誉。如今时针指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朱棣最新发布的一系列预言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认为2026年将是充满巨变和震荡的一年，世界格局可能出现大洗牌。在这份惊人的预言清单中，既有牵动亚太安全的台海局势走向，也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最终命运，还出现了世界大国领袖遭遇暗杀的震撼场景，整个世界秩序可能因此重新排列组合，更有一长串自然灾难和异象将接踵而至。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朱棣对2026年的这些主要预言，看看其中隐含了哪些令人不寒而栗又发人深省的讯息。首先，让我们从亚太焦点，也就是台海局势谈起。朱棣在预言中指出，2026年的台湾海峡局势虽然依然紧张，却未必会爆发全面冲突。多年来，台湾海峡一直是国际间最敏感的热点之一，中共军力不断扩张，解放军的战机与军舰频繁在台海周边演习骚扰，时刻测试着台湾的防御底线。事实上，2024年底，台湾将完成新一轮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预期将接任总统，而朱棣也曾精准预测了这一结果。新领导人的上任对两岸关系是新的变数，北京可能试图在台湾政权交替之初透过军事高压来下马威，因此2026年初解放军的恫吓行动恐怕更为频繁。然而朱棣的预知画面显示，至少在2026年，台海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中共将在2026年持续加强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巡逻和军事存在，解放军的战机与舰艇甚至会更加频繁地在台湾附近演习，对台湾形成长期高压的态势。但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示威最终将点到为止，并未跨越真正开战的红线，让人不禁联想到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当年解放军以飞弹试射恫吓台湾，但在美国2艘航空母舰巡弋介入后，中共适可而止。朱棣的预言似乎暗示2026年的紧张局势将重演类似剧本，中国展示武力但收敛于临界点，美国则以强硬表态维持现状。尤其在朱棣的画面中，美国的动向对局势走向举足轻重。他预见一个特殊的背景，即2026年美国将由川普重新执政，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强硬但务实。川普政府划下清晰红线，不允许北京武力侵犯台湾，甚至传出川普本人可能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使得北京在川普任内不至于对台动武。朱棣认为，只要美中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交易，北京就会暂时收敛，在台湾问题上避免直接触发与美国的全面冲突。换言之，2026年的台海局势虽然持续紧绷，军事挑衅此起彼伏，但真正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将被国际力量所遏制。然而，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对台湾而言仍充满压力与挑战。朱棣提到，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也会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比如透过贸易制裁、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手段来孤立台湾。不过他强调，这些手段对台湾核心产业的影响相当有限，特别是台湾最关键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尽管面临来自大陆的掣肘，预计仍将正常运转，继续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经济与科技限制无法真正摧毁台湾的产业优势，台湾经济仍将保持韧性。面对高压威胁，台湾民众也展现出坚定不屈的意志。政府积极强化防务部署，争取更多先进武器，同时全社会提高警觉，频繁演练各种防空、防灾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台湾将在风雨飘摇中锻炼出更强的生存能力，继续在夹缝中坚毅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在预言台海局势时，还透露了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他表示，2026年，人类可能会目睹海洋深处
出现一系列诡异的绿色光体，就好似一支潜伏于深海的绿光舰队在暗潮下穿梭。这些绿光物体并非任何常规船只或自然现象，被视为某种不明物体，极可能与外星智慧的活动有关。更惊人的是，他警告这些海底的绿色光点未来恐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想，在紧张对峙的台海周边海域，除了人类的军舰潜艇之外，若还潜伏着未知势力的神秘舰队，将会给台海局势平添多么扑朔迷离的变数。如此场景，恐怕连美国太空总署、NASA 等权威机构目前都讳莫如深，不敢轻易公开谈论。但朱棣的预言已经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难道在台海波涛之下，还隐藏着我们未解的秘密？谈完台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的中南海。朱棣的预言清单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6年前后的命运走向。在现实中，习近平自2012年接掌中国以来，打破了中共领导人任期和年龄方面的惯例。他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在2022年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一路集权至今，成为中国执政时间超过10年的强势领袖。然而，习近平会一直掌权下去吗？朱棣给出了他的答案。根据预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逐步退出最高权力的位置。朱棣具体提到，中共第21次党代会将于2027年召开，届时习近平将年满74岁，已经超过党内7上8下的非正式规矩，意指中共高官年逾70岁需退位，这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年龄门槛。朱棣预见习近平和另一名中共要员蔡奇很可能会在21大之前选择退居2线或者转换职务，把权杖交给新一代领导人。也就是说，到2026年接近尾声时，习近平的政治生涯或许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那么谁可能接班呢？预言中浮现了一个名字，就是尹洪。尹洪现任地方大员，曾主政上海市委，被视为习近平信任的中生代之一。在朱棣的远见里，尹洪有望在未来跃升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人选之一。此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棣的预言中，这个名字就是胡海峰。胡海峰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目前担任地方官职。朱棣暗示，胡海峰将来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共权力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这些预言成真，中共内部将上演一场新老权力的交接，延续10多年的习近平时代也将告一段落。要知道，习近平在位期间大力反腐，清洗政敌，修改宪法集权，确立了他在体制内的绝对核心地位，如今却可能因年龄和内斗压力不得不放权。这个转折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朱棣进一步指出，在通往权力交接的过程中，习近平可能会遭遇健康和内部压力的双重问题。他的预见显示，2026年前后，习近平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沉重的执政压力，身心状况会出现一些警讯。他今年频繁更换亲信官员，例如近来外长和国防部长接连突然遭免职，引发外界揣测党内暗流涌动。朱棣认为，2026年左右，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将更多日常工作授权给亲信去处理，他本人出席公开活动和高层会议的频率将降低，更倾向透过书面指示遥控政务。这或许是他在高层博弈加剧情况下的一种折中保全方式，暂时隐身幕后，减少露面，以避免成为矛盾焦点，同时保全自身。事实上，2022年中共20大前后，国内外就曾盛传习近平健康不佳乃至发生政变的谣言，虽被证实是虚惊，但也反映出他处境的敏感。如今朱棣预见的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迹象，更让人感到，哪怕权倾一时的强人，终究也有功成身退的一天。如果朱棣的预言可靠，那么2026年对中国政坛而言将是历史性的一年。一方面是习近平统治篇章的落幕，另一方面是新势力的崛起。试想，习近平这位自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中国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可能在短短2年内慢慢淡出权力核心，这对中国乃至全球政局的意义都将非常深远。届时，北京高层的每一丝动向
都将牵动各方神经。谁将接班？政策路线会出现什么变化？中国社会将如何适应后习时代？这些问题目前都笼罩在未知之中。但朱棣的远见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结局也许不是遭政变推翻或意外身亡，而是随着年岁渐长和党内压力增大而有序淡出，把位子让给继任者。如果这种相对平稳的过渡能够实现，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种幸运，意味着权力交替将在体制内完成，而不以剧烈动荡的方式上演。无论如何，2026年的中南海风云注定不会平静，全世界也将密切注视这个东方大国最高领袖的未来走向。除了国家间的博弈和领导人的兴衰沉浮，朱棣的预言中还出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领袖将在2026年遭遇暗杀袭击。这则预言无疑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历史上，刺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事件虽然罕见，但每一起都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冲击。若真有大国领袖在2026年遇刺，势必震动全球神经。朱棣并未明确指出这位遭暗杀的领袖是谁，也没有透露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细节。我们不妨大胆推想几种可能。从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三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若有一人在此期间遇刺，无疑称得上大领袖级别的震撼。从地缘政治的敏感度来说，俄罗斯总统或美国总统，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旦遭遇此劫，都将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如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遭到暗杀企图，俄罗斯国内政局可能巨变，乃至影响正在进行或刚结束的战争走向。如果是不久后上任的美国总统遇刺，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都将经历滔天巨浪，全球盟友也会陷入恐慌。至于中国领导人如果遭袭，更是几十年未见的巨变，会令世界对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产生极大疑问。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地区的重要领袖成为目标，像某欧洲强国的总理或中东地区的君主。无论是哪种情况，朱棣的预言都提醒我们，2026年世界可能面临一起震撼性的政治事件，一个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将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试想，当这样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会出现何等连锁反应？全球媒体将铺天盖地速报和分析，引发各国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同时，各国政府会进入紧急状态，加强对要员的安保，防止类似事件蔓延。那些与遇袭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家或阵营可能会一时群龙无首，政策出现真空甚至误判。在被暗杀者所在的国内，更可能爆发激烈的政治角力。继任者是谁？有人会否趁机夺权？国家的政策路线会不会急转直下？如果该国本身正处于战争或冲突中，领袖遇袭更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比如军方强硬派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极端行动。朱棣的预言让我们回想起1991年的一幕，当时苏联国防部长等强硬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总统戈巴契夫，引发莫斯科紧张对峙。而在苏联解体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甚至担心自己会遭暗杀，以致随身携带手枪防身。这些历史片段提醒我们，当一国最高领导人面临生死危机时，往往是整个国家甚至世界局势最动荡凶险的时刻。2026年若真如朱棣所示，上演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世界将重现现代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顺便一提，近年来小国也发生过此类剧情。2021年，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官邸遇刺身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混乱。可见，哪怕是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都足以造成巨大动荡，更何况是超级强权的首脑。有人或许认为这预言过于惊悚，不太可能成真，但别忘了，朱棣在此前的预测中曾准确指出2025年会出现对川普总统的人身威胁，而2025年初，川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的确曾遇到安全警报，可见他并非凭空危言耸听。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细节，但朱棣的远见等于给世界提了个醒，明年的国际舞台上不仅会有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也可能上演惊险的个人命运戏码。一颗子弹或一场爆炸就可能改写历史进程。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预言背后，
人们也许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和平与安全的脆弱。哪怕站在权力巅峰的领袖，他的生命也可能瞬息之间受到威胁。2026年，我们或将见证一次现代史罕见的巨变，一位世界强权的领袖命悬一线，其后续影响将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全球。当一位大国领袖遇刺，东方强人即将交棒之际，朱迪预言的2026年还隐含着更宏观的变局，世界秩序将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场大洗牌涉及国际权力格局和盟友关系的重大重组，以及几场决定未来走向的地缘政治事件。2026年被他形容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可能要重置某些旧有的秩序和规则。首先，在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边，朱迪的预见极具戏剧性。他认为唐纳德·川普将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并在国内外推动一系列颠覆既有政策的举措。预言中，川普展现出强势的领导风格，他上任后迅速整合了共和党，在国会推动政府改革，也频繁举办造势集会以巩固基本盘。同时，他对内专注提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例如大力发展人工智慧技术，重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扩张国防开支等，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对外方面，川普则挥舞起他擅长的交易艺术，在全球各地奔走，试图重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扮演交易式外交的仲裁者角色，而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盟友架构来维持霸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朱迪预期川普在2026年将促成几件关键的国际大事。一是为俄乌战争带来外交解决方案。朱迪预见，美国在川普主导下可能出面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某种和解，例如冻结战线、俄军部分撤出占领区等，终结这场拖累欧洲的流血冲突，为自202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画下句点。如果成真，这将是欧洲近年最大的转折点之一。战火平息后，乌克兰将加速融入欧洲体系，甚至朝加入欧盟的方向迈进，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收缩拳头，调整战略。二是中东局势的重大重组。预言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因国内对其交换人质的不满而提前在2026年6月举行选举，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反对派，他预计仍将胜出再任总理。此外，更大的消息是，川普政府可能在背后推动以巴双方走向和谈，给长期动荡的加萨地带带来重建的曙光。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因年迈卸任，预言称其副手侯赛因·谢赫将暂代领袖，直到举行新选举，这暗示巴勒斯坦政坛也将出现权力过渡。同时，叙利亚由伊朗撑腰的阿萨德政权可能倒台，改变中东的力量版图。美国将强化与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等国的联系，以巩固中东的新格局。可以想见，如果美国真能主导结束一场欧洲战争并重塑中东和平，那么其全球领导地位将大为提升，世界秩序也会随之重新排列组合。其次，在欧亚其他地区，洗牌的迹象也处处浮现。东亚方面，日本可能迎来历史性变革。朱迪预言日本将出现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一旦高市早苗上台，预期日本内政外交都会明显向右转，更加强硬地捍卫国家利益，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充军备以及加强情报网络建设。日本的这一转向将使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更积极且独立的角色，也势必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走向。再看英国，伦敦政坛也在酝酿变局。预言暗示，脱欧派旗手奈吉尔·法拉吉将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法拉吉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英国的政治光谱将明显右移，对欧盟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硬或另辟蹊径，与美国的关系则可能更加紧密。欧洲大陆方面，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预言在推动2026年预算时遭遇执政危机，可能被迫解散国会提前选举，为法国政局投下不确定性阴影，也可能动摇外界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意大利和日本类似，经济增长预测低迷，不足 1%， 显示传统强国在新秩序下面临的压力。相反地，印度正崛起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已超越日本，
在安达曼海发现的大型油田将大幅增进其能源自给能力。同时，印度积极发展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产业，并透过强有力的政府举措扶植高科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预计在2026年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正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在经济和科技上与中美分庭抗礼。除了超级强国之外，一些区域国家的政局变化同样折射出世界秩序洗牌的趋势。比如中东的沙乌地阿拉伯正完成庞大的产业计划，如朱拜尔工业城第2期工程，继续朝区域强权地位迈进。巴基斯坦则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试图凭借自身的石油和矿产储备，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稳定角色。东南亚方面，泰国将推出新的永续生态旅游法规，越南也计划出台环境保护法令，以在全球价值观新潮流中站稳脚跟。新加坡将开设最大的综合门诊和科学中心，并在年末完成连接马来西亚柔佛的捷运线，继续巩固区域创新枢纽的地位。这些种种发展显示，各国都在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而调整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朱迪的预言中有几个国家被视为2026年最安全稳定的世外桃源，包括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荷兰、瑞士、丹麦、纽西兰以及日本。看来在风云变色的年代里，这些国家将相对保持平静与繁荣，成为动荡世界中的避风港。综合来看，朱迪描绘的2026年世界正走向一个旧平衡被打破而新平衡尚未稳固的阶段。美国试图重新掌舵国际秩序，但方式较以往更灵活实用。中国在领导人交替和内部转型中暂时收敛锋芒。欧洲内部政治经济充满变数，新兴力量如印度等则抓住机遇迅速壮大。同时，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素也在浮现，比如前述与外星文明有关的征兆。世界秩序的大洗牌往往意味着动荡与机遇并存。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重新定位的契机。新的同盟可能形成，旧的对立可能淡化或转移，共识与冲突都将在重组后以新面貌出现。大体而言，朱迪眼中的2026年世界轮廓大致如下：美俄握手言和，中东重归稳定，中美重新谈判，欧亚权力消长，新势力崛起。许多情节磅礴存在于昨日还令人难以置信的剧本里，然而一旦预言成真，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将被改写。对于身处这场巨变中的我们而言，也许要等到亲历其境，才真正理解这场秩序洗牌的意义和代价。每一代人或许都会见证一次世界的改组，而2026年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的分水岭。如果说上述政治预言已经够让人心惊，那么朱迪对2026年的灾难清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远见中，2026年地球将遭遇一连串极端天灾与异象，考验人类社会的韧性。我们不妨按类别逐一梳理这份灾难清单。首先是来自太阳的威胁。朱迪预警2026年太阳活动将异常活跃，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袭击地球，引发地磁扰动。届时，全球通讯系统会因太阳风暴而大范围故障，多个国家可能出现网络中断、卫星讯号丧失的情况，一些电力和导航系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危及交通和工业运行。人们或许将首次真切感受到，我们高度依赖的科技文明在宇宙力量面前是多么脆弱。当网络和卫星导航突然失灵时，城市可能陷入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朱迪的预言里，太阳的怒火提醒着整个地球村，我们头顶的那颗恒星既赐予生命，也能带来灾难。人类在太空天气面前依然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接下来，大气异常将引发极端天候。预言显示，2026年的冬季气候反常，全球多地将出现剧烈的寒潮和热浪交替。北美洲北部、中西部地区将遭遇远超往年的严寒，狂风呼啸，大雪封门。一些平日温和的地区也将被寒气笼罩。同时，东亚和欧洲部分区域却可能相对暖或少雪，气候模式大乱。而在夏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经历破纪录的热浪炙烤，酷暑引发干旱和野火，
意大利则可能持续干旱少雨，农作物欠收。全球气候磅礴，愈发两极化，异常高温和严寒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气象混乱的一年将对各国的能源供应、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严峻挑战。随着大气动荡，风暴与洪水也接踵而至。朱迪的清单中明确提到，2026年将有毁灭性的热带气旋侵袭亚洲，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南沿海将遭受超强台风的正面攻击，狂风暴雨所到之处，基础设施和城镇建筑将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居民被迫疏散。另外，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预计在2026年喷发，其火山灰将飘散至泰国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导致空气品质恶化和航班中断。东南亚多国如越南、柬埔寨、印尼还将出现突发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旅游胜地被淹，道路和村庄陷入泥沼，短暂瘫痪当地经济活动。欧洲方面，极端干旱使南欧饱受炙烤的同时，北欧一些地区却可能遭遇暴雨和河川泛滥，甚至有迹象显示英国的重要电力或供水设施可能遭到骇客攻击，导致局部地区停电、停水和基础设施瘫痪。地球的怒吼还不止于风雨雷电。预言中，地震将在2026年频繁上演，多个地区都榜上有名。其中，亚洲的日本东京可能遭遇强震，美国的西岸、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东岸、纽约都可能感受到 6.0 级以上的剧烈摇晃。太平洋火环带上的阿拉斯加、菲律宾群岛、墨西哥、纽西兰等地也难以幸免。一些城市的高楼会在深夜突然晃动，人们不得不仓皇逃到街头，部分老旧建筑物恐怕会在强震中化为瓦砾。朱棣勾勒出的画面磅礴在提示，2026年将是强震频发的一年，地壳运动仍然潜藏着未知威胁。其中若有一场强震发生在政局脆弱的缅甸，可能动摇该国本就不稳定的局势，诱发新的内乱，甚至波及邻国。朱棣还暗示，缅甸地震后，泰国与柬埔寨交界地区的紧张摩擦可能升温，可见自然灾难还可能诱发人为冲突。与此同时，非洲大地则在炙热的太阳下经受另一种灾难，那就是干旱与饥荒。预言指出，非洲南部多国，包括南非、辛巴威、赞比亚、莱索托、马拉维等，将遭遇严重干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粮食产量骤减，数百万人面临粮食与饮水短缺困境。旱灾引发的饥荒和疾病可能蔓延，成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紧急行动，协同世界银行和各国盟友，为灾区输送食品和清洁用水，以挽救无数生命。非洲的这场苦难提醒着世人，气候变迁和极端天候对欠发达地区的打击尤为沉重，也考验着人类守望相助的良知。在美洲大陆，灾害同样此起彼伏，美国沿海地区将迎来异常活跃且猛烈的飓风季。朱棣特别提到纽奥良、佛罗里达和美国东岸部分城市将遭遇超强飓风正面侵袭，狂暴的风暴潮会吞没沿海，城市街道将变成河流，电力通讯中断，大批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少受飓风影响的美国西岸加州，今年也可能经历残余飓风或热带风暴带来的强风豪雨。与此同时，加州、加拿大西部、澳洲等地则进入更加严重的野火季。夏秋时节，干燥的植被在闪电或人为因素下被点燃，火蛇吞噬大片森林和社区，浓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焦味。消防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但长期干旱令野火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景象几乎成了近年的常态，2026年恐怕也难以幸免。同时，热带气旋和季风雨还将导致全球多地发生洪水泛滥，日本、菲律宾、加勒比海诸国、墨西哥都被预言在洪灾名单上。从亚洲到美洲，无数城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洪水而举家迁移，国际救援队也将马不停蹄地驰援各处灾区。当我们在尘世间疲于应对这些天灾时，人类或许更渴望抬头仰望星空，寻找答案。然而正当人们仰望天空，朱棣预言了另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象。
在干燥荒凉的沙漠地带，将有人声称目击到不明飞行物的出没。那些神秘的飞行器忽然现身夜空，散发奇异的光芒，在寂静的沙海上空盘旋片刻，又倏然消失无踪。有人将之解读为外星文明在观察人类庞佛科幻电影的桥段真实上演。当全世界忙于应对地缘政治和自然灾难时，外太空的未知力量似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宣示存在。种种迹象显示，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太阳到地球，再到天空彼端的神秘访客，多重挑战汇聚而来，人类将在炼狱般的考验中寻求生路。朱棣列出的灾难清单让我们深刻体认到，大自然与未知力量的威力远远超出人类的掌控范围。在高楼林立、科技昌明的21世纪，人类往往自信可以驾驭环境、预测未来，但一连串的飓风、地震、火山和来自天际的风暴就足以轻易颠覆这种信念。如果2026年的景象真如预言所述，我们唯有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同时对天地心存敬畏，唯有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谦卑审慎的发展，我们才能在灾难频仍的未来求得生存与延续。回顾朱迪对2026年的整体预言，我们彷佛看到一幅充满戏剧性和矛盾交织的未来图景。国际政治上大国角力与罕见事件并存，科技进步与伦理挑战相伴，自然界中灾害频仍又奇事丛生，给人类社会带来重重考验。这些预言有的耸动惊人，有的发人深省。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对这些超前的预知持半信半疑态度，但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改变世界的时刻往往在发生前都很少有人预料到。朱棣的天赋让他在混沌中瞥见未来的一角，虽然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但他的远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把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转机预先展现在我们眼前。他提出这些警示，并非让人陷入恐惧绝望，而是提醒世人保持警觉和思考。如果2026年真如朱棣所言，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关口，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或许也该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政权更迭、秩序洗牌时，我们能否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时，我们能否团结合作，以人性的光辉战胜困难？朱棣预言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他说2026年将带有一种精神性的震动，世界各地的人们会开始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古老智慧将重新回到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中，大众重新学习如何用爱与智慧连结彼此，共度难关。也许在至暗时刻，我们反而能找回久违的同理心和精神价值，为破碎的世界带来一丝疗愈与希望。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言，未来尚未发生，一切仍有转圜余地。或许正因有人提前看到了危机，我们才有机会提早防范并加以改变，让未来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朱迪这位国际灵媒，用他震撼人心的预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对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怀着敬畏与勇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因为无论预言如何描述，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最终还是我们人类自己。让我们怀着谨慎而积极的心态，迎接2026年的到来吧。即便前路险峻，人类文明仍在继续进步。届时，全球将共同举办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体育盛宴或许能在动荡中凝聚人心。美国太空总署预计在该年创造历史，送首位女性航天员登上月球，重新点燃人类探索太空的热忱。科技和医疗领域也传来捷报，科学家将利用 3D 列印技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人工智慧辅助诊疗，让疑难杂症更快获得准确诊断。即便风雨欲来，人类并非束手无策，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勇敢前行。或许风暴无可避免，但当乱云飞渡之际，我们仍可以选择守护希望，在巨变中寻找成长，在灾难中磨砺智慧。愿朱迪的预言能为我们点亮一盏警示的明灯，使我们在面对未知未来时更懂得团结、自省与珍惜。
2026年会否成为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章？只有时间能回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放眼未来，为任何可能的风浪做好准备。